如果你在夢中夢到有人向你借錢，那麼一定要极力的控制住自己，千萬的不要借，因为这极有可能是有人在借你的手。今天的故事来自一位湖南的吴女士，長達半小時的溝通聽得我是全身冰冷，根本無法想象這世間還有如此惡毒的老人，真正驗證了民間那句傳聞，老而不死是為妖。不過故事開始之前，莫言想先問問大家是否聽說過這4個字呢？不管你是否聽過，接下來的內容都將圍繞這個詞開展。投稿人吳女士生活在湘西的永順縣，一輩子沒出過遠門的她知曉村中大大小小的事。話說在2001年的時候，村裡娶進來一個叫做毛三姑的中年婦女。之所以叫這個名字，是因為她是周邊有名的出馬先生，卜卦起名，看八字改氣運，樣樣精通。她的到來讓所有人都感到奇怪。奇怪的是，為什麼年近50歲的毛三姑會選擇在這個年齡結婚？但這個問題似乎在半年之後便有了答案。因為2002年初，毛三姑的公婆相繼去世了，村裡人都說是毛三姑的原因，說出馬仙的命都太硬了，剛嫁過來半年就克死了公婆。但奇怪的是還遠不止於此，因為在2002年的年底，毛三姑的丈夫也因病去世了。年近50的毛三姑刚結婚不到1年就成了寡婦，在丈夫的白事上，她愣是一滴眼淚都沒掉，一沒有為自己悲慘的命運哭，二沒有為死去的丈夫哭，三沒有為這連續3次的喪事哭，甚至還勸告鄰居每個人的生死都是天注定的。可說來也奇怪，毛三姑這個人卻活得非常硬朗，除了能下地幹活之外，時不時的還幫人看陰宅陽宅。直到2004年時，50歲的毛三姑生了一場大病，躺在家裡的床上只有進氣沒有出氣，眼看着就快要不行了。可也就在幾天後，離奇的事情出現了。原本等死的毛三姑居然像沒事人一樣好了起來，但幾天後她本家的外甥卻墜樓身亡了。相傳這死去的外甥曾經在毛三姑重病時看望過她，回到家當晚就做了一場夢，夢到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毛三姑向她借錢買藥，外甥從兜裡掏出來所有錢拿給她。毛三姑說道只要20就夠了，而本性善良的侄子卻堅持要把所有的錢給她。一開始毛三姑是搖頭拒絕的，但礙於外甥的堅持還是收下了。夢醒之後的外甥覺得這個夢簡直不可思議，不可思議的點就是這場夢太過真實了，就像是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一般。當即他便告訴了媳婦，誰知就在2天後，外出打工的丈夫便出了事。這事到最後越傳越邪乎，甚至有人說是毛三姑借了他外甥的陽壽，本來只是想借一部分，沒想到心性善良的外甥把所有的錢都給了他，這才導致了如今的結果。可這話也只是村頭大媽們隨便說說，畢竟沒人敢把這東西拿到明面上講。這可不是大媽們相信科學不迷信，而是毛三姑這個人實在太厲害了，誰要是得罪了他，估計沒好受的。所以接受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。15年後的2017年，毛三姑又突然犯病了。這次的她沒有在家中等死，而是去到了醫院檢查，結果是肺癌晚期。醫生的意思，這種病沒有看的必要了，普通老百姓也承擔不起那種高昂的治療費用。就這樣，毛三姑通知了親屬們趕快回來，她的時日不多了，要準備後事。半個月後的毛三姑和10多年前一樣，躺在床上一動不動。一時混亂之間，非說自己還有一個小孫子沒見，小孫子不來她不願閉眼。親屬們都非常奇怪，這個小孫子自從出生都沒跟毛三姑見過面，是毛三姑哥哥的重孫子，2個人中間相差了好幾倍呢。可為了能讓毛三姑走得安心，親屬們也只能跑到城裡把小孫子接了回來。可詭異的事情又發生了，6歲的小孫子當天做了一場夢，夢到白天躺在床上的奶奶來找他玩，二話不說就伸手往小孫子的口袋裡掏，沒一會就拿出了一大把的錢。毛三姑從裡面拿出了幾張零錢，剩下的又給小孫子塞了回去。夢醒之後的小孫子將夢告訴了父母，當即便把這對夫妻嚇出了一身的冷汗，因為他們聯想起了10多年前那個墜樓的表哥。隨後二話不說就開車到了城裡，想找高人破一下。那先生聽完故事後長長嘆了一口氣，說到毛三姑的這種做法實在讓人不齒，要是死在10多年前絕對是滿身的功德，但他實在是太惜命了，一輩子積的陰德都被這2次借壽抹平了。可至於破解之法，這位先生卻不想說，原因有3點：一是毛三姑不可能再次使用這種邪術了；二是小孫子被借的壽不多；三是這位先生不想參與同行之間的因果。當然這件事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，至於事情的真相，誰又能說得清呢？